好，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泉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关心现在中东的战事，包括伊朗现在呢，说是他们的无人机产量非常的丰沛，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会继续打吗？我们先来看看，这是伊朗的陆军副司令他特别讲说，从去年2025年12日战争之后，他们就加强了这些生产，包括他们伊朗军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比起战前的水准提升10倍。所以你看到一字排开，他们的自杀式无人机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中建了大功不断的去突击袭击这些美军的基地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俄罗斯有助攻吗？好像是我们先来看看，有一架无人机坠毁在萨普鲁斯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人们就去把这个无人机给拿过来看一看，结果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机身碎片里头藏着一台俄罗斯制造的彗星 M 卫星导航接收器，于是呢，人们就说这是证据啊，俄罗斯有出力他们在背后助攻所以呢，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杀伤力变得很大，因为你很难去拦截它它有彗星的导航的一个接收器各方面的系统那另外我们看到，因为俄罗斯我们看到包括俄罗斯在内，那伊朗的无人机如入无人之境所以现在美军非常的头痛，包括美国驻巴格达的大使馆，因为不断的被无人机来袭击所以他们已经配备像这样一个无人机笼像是一个笼子一样防止这个无人机去自杀攻击。我们看到包括美军也证实了，他们在4月中旬的时候有一架 C-130的这个战机这个被击落了那伊朗就披露了这个细节他说是他们其实非常这个密切的部署还有军民协同作战才能够把这个美方的军事力量伏击成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他说对我们还有一架价值75亿的 MQ-4C 的突发的一个这个无人机它击坠那很担心会落入伊朗的手中。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它坠毁了包括它的造价这么的贵。那五角大厦比较担心的是说这个无人机的残骸可能会落入伊朗的手中。这个无人机它配备了强大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多模的雷达，还有机头下方的光电，还有红外线的感测器所以因为它很精密，所以如果被伊朗拿去拆解了或者是制作了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现在在战事中已经在破解对方的一些手法。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2亿的美军无人机坠毁之后呢，伊朗又再度扬言它会瞄准美军的航母。所以这个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川普说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周末美伊又会重启谈判。可是很多前线的军人他们就抱怨，在社群媒体就张贴了他们的伙食，他们在军中吃的是什么呢？这是林肯号航母上的水兵说我们现在的食物的品质很差分量也很小我是美国大兵这么少的饭这么少的食物我吃了可能没有力气包括我们看到呢，迪利波里的2栖攻击线上的一个军人他也抛出来说就这么一小匙肉而且是肉丝，还有一张玉米饼，这样是一餐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是到底前线的补给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伊朗也说你美军现在损失光空军就30到35亿美元，还不包括陆军的部分。可是呢，这个武器被消耗了那要很多年才能够补充。在美国的部分，哈佛的专家就说，伊朗的战争实际成本恐怕更高，会高达1兆美元。现在仗打了1个多月，还不到2个月所以这个战损很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飞弹防御局局长也讲，要数年才可以补充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消耗。所以呢，打来打去，两边他的受伤都蛮大的。来，请教老师。我觉得伊朗他们的讲话是可靠的因为美国跟以色列都已经承认了，说确实不知道
伊朗现在还有多少无人机。那很明显的，他们在这一个多月以来，他们彼此之间的交火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发现伊朗的无人机它的性能提高了很多，而且它的有效性的攻击也提高了很多。然后现在已经证实了虏获了这些残骸中确实有更先进的武器在里面。但是即使是俄罗斯供应的，你美国也不可能对俄罗斯怎么样，这是第一部分。因为你美国也供应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去打这个俄罗斯，所以俄罗斯供应武器装备给伊朗，你美国也不能够说三道四，因为你自己也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更何况你这一次对伊朗的战争也是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同意，是不义之战。那不义之战的话，那任何一个国家支援伊朗的话，你美国除非你有能力制裁他，如果你没有能力制裁他，你也只能够生气，但是又能如何？不过我们看到伊朗的无人机，它在这一次中，它展现出来的效能确实是越来越这样的强大。美国的C-13洞被打下来，还有的我们也看到空中加油机在机场上就被摧毁这些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画面了。美国一直不愿意报道它的战损，但是这些战损慢慢的经过伊朗这边的单方面的揭露，美国又不敢否认的情形下，也就是说，大家发现好像美国的损失比原来的想象还要大。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美国自己本身的军事专家，他们开始在去计算美国的战损的时候，他们认为美国的军方好像没有说诚实话。那也就是说，美国的军方一直在粉饰太平前段时间统计下来，只说大概那个花了100-200亿美元的经费，可是他们发现说应该不止这一些因为被打下来的被打坏的，不再能够用的，还有很有可能有高度价值的，就是您刚刚讲的 MQ-4 那个 MQ-4C 的这种高度价值的这种无人机侦察机，它如果落入伊朗手中，而伊朗把它转到俄罗斯或是中国大陆，他们的科学家一分析一研究，那对于美国的这些雷达系统、美国的通讯的系统，那伤害或者损失，那就非常的一个巨大了。所以对美国的整个交战的一个过程中，很明显的，它本来是以上士对下士的方式打，但是呢，它用的都是美国最先进的这些武器来打的时候，可是这些武器没有办法保护他自己这个自身的安全，它慢慢的都落入伊朗的手中，你就不能排除它也会落入俄罗斯或者相关国家的手中。那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武器来讲，他们的损耗就很大。你不知道俄罗斯的最先进的武器，不知道大陆的最先进的武器，而你最先进的都已经被这个中俄他们所能够掌握的话，这个对美国未来的战争，美国会处于在战略上非常不利的一个地步。所以美国发动的这样的一场侵略战争，到底对他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美国自己本身有识之士，自己要打个算盘，算一算你的川普总统的鲁莽的行动给美国带来的伤害有多大？你让你的盟国对你离心离德，你让你整个美国人在全世界被唾弃、被咒骂，然后你让你的美国人在全世界都被不信任，这样子的情形，然后大家把你当流氓，穿着西装的流氓，那这样的情况使美国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无赖的国家，这对美国哪里好呢？我们看不出有任何一点好。好，现在的美国的林肯号的航母，它一直不敢靠近这个伊朗的第一线，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怕被无人机攻击，他怕被无人舰攻击，他怕被中程的反舰的导弹攻击，所以他必须保持一个距离。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个航母这么大，4000多个水兵在那边工作，福特舰又要从地中海回到战区，可是他又不敢经过这个曼德海峡，所以他一直强调说，我的福特舰要重返战场了，说我已经维修完毕了。可是问题到目前为止，你的赫格塞斯把姿态摆得很高，可是你的福特舰就进不来，布希号也还没赶上，本来说昨天就应该赶来了，结果还是没赶到，今天也还没有消息。那到底福特舰布希号什么时候才能来？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海域这个战区，美国究竟
因为并不是在阿拉伯海里面啊，所以它是在赫尔木兹海峡以西这个地方，靠太平洋，靠阿曼湾，靠印度洋。美国没有就近的基地可以补给，没有就近的基地可以补给。观众朋友，你已经看到了，新鲜的蔬果都送不上去，是，所以水兵如果一直吃这些罐头食物的话，士气绝对非常低落。没错，来请教舰长，舰长最了解这个状况吧？如果我们讲到说以美军的伙食来讲的话，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不是不及格而已，根本就不是那个美国大兵，而且分量很少对，这个分量，因为其实，在航空母舰上面，或者是在这一个驱逐舰上面，甚或是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面作业啊，其实都是高强度的这一个作业啊。那他们每个人都要聚精会神，然后都会耗费大量的体力。结果你给人家吃这个，那为什么吃这个？因为根本补给没有准备好，而且呢，当地根本也没有办法提供啊。那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啊，无人机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原来这个就是地下的无人机城啊。这么多的无人机，你要怎么样能防御呢？而且这个无人机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它还继续在做啊，也就是它其实地下它就有这一个施作的能力。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有关于赫格塞斯，他早就讲过了，有关于像这一种。我们刚刚讲的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其实它就是单向无人机，也就是它飞去没有要飞回来的，它直接就歼灭目标的。那这一种呢，其实以美军现在来讲呢，它只能有限拦截，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击杀完毕。为什么？因为数量太多了，然后而且呢，它的雷达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的进行侦搜，它又跟第一视角无人机不一样。因为第一视角无人机，它接近目标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发射这个无线电波，你可以从无线电波的频谱里面扫描就可以看得到。可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第一视角无人机，对不起，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用的这一个见证者136无人机呢，它不用，它完全不用。然后呢，它的这个导航设施刚刚被讲到说，它其实猜出来原来是俄罗斯的。一点也不意外，那个就不是见证者136了，那个就是俄罗斯改装后的天竺葵2号。那天竺葵2号呢，它不但是那个飞行的距离更远啊，那它的这一个弹头的重量也就更重啊。那至于说上个礼拜啊，那我们一开始就分析啊，这一个他们说是营救 F-15的这一个飞官啊，那个时候我就指出它不是啊，它其实是。大家以为是援救成功，其实是渗透失败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啊，如果说这一个蓝色对蓝色，黄色对黄色，我们就确定是这个地方没错，地形完全正确。那这个地形到底是在哪里嘞？这个地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一个临时跑道对面的这个山丘啊。那这个山丘翻过这个山丘之后，就是什么？就是伊斯法罕的一个核能科技研究中心，意思也就是什么？他们原来他为什么会你去援救这个 F-15的飞官，你为什么要用 C-13洞呢？你不是，你载了大量的人员以及机具，你是想要渗透到伊斯法罕的核能技术研究所，将这一个浓缩铀搬出来，但是失败了。而且你到了，为什么要机具？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伊斯法罕的研究所，那核能研究所，它的所有的这一个防护门都是关闭的，甚至上面是附有这个覆土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小山猫，你必须要有插动车这一些，你才有用嘛。那所以我们讲说美国这一次是一个标准的渗透失败的一个任务。那另外呢？觉得很难过的，也就是这个RQ-4的这一个无人机啊，那这个无人机非常大啊，它叫全球之鹰啊，它飞的高度也非常高啊。可是如果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一个高度其实是一直维持的，蓝色是高度，那它的这一个黄色是速度，那它的速度为什么又快又慢，又快又慢的？因为它在征兆海面上的一个舰艇啊，也就因为如此。它其实是低空飞，它有
它在高空，可是呢，它有减速，一减速，大家都认为是电子战，错，以它这么近的这种距离啊，也就是距离这个伊朗这种距离，它不可能，它唯一的就是使用防空飞弹，这就是伊朗的防空飞弹，只是它目前为止很少出现。是，董哥，大家看全球这2场战争哦，俄乌跟美伊哦，那很多精锐的武器就出来，以前没有机会看到啊。那你现在看到，发现原来伊朗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弱。他虽然第一个时间没有防备，被你美国击杀了48个高级将领，包括哈米尼，但是他的韧性非常强啊。其实，在俄乌战争里面，伊朗就大量源源不断的提供无人机给俄国，那他们这个叫见证者136。俄国稍稍把它换了一下，改名叫做天竺葵2号。那其实，在俄乌战争里面它大量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这2场战争有2个国家的无人机变得非常厉害，一个是乌克兰，它还可以提供给美国打伊朗，一个就是伊朗，因为它这些年来，除了大家很害怕它的浓缩铀会不会制成核子弹之外，其实它的无人机一直在精进那精进大量的工厂去做，又跟俄国人配合那他有获得一些比较高科技该做的，所以我们这些年来的战争在讲无人机都会讲美国的死神无人机它其实就是MQ9这个系列的。那这系列6年前他曾经击杀了等于说革命卫队第2号人物苏莱曼尼，那时候他讲哇这个飞机这么厉害，因为它是携带弹的。那另外一个叫用来做侦测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MQ4C 啦，或者台湾买的这个叫海上卫士啊，这个是在征收的，所以美国只卖给我们可以征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买了这大概将近160亿买4架，我们买了这些东西，其实征收到的东西要交给美国人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一点尊严都没有。那我们看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虽然说今天开始讲说就是说要停战10天其实这些都是不具体的，因为那些承诺都是没有用的啦。那为什么这个战争打到这样？其实我们知道川普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他认为说我打了下去，速战速决那大家记得打那一天是2月28号228，那在他的盘算2个礼拜到4个礼拜就结束了。3月31号我要跟习近平见面，你看一个大国被我打败了，所以他那时候是认为说我可以把伊朗被我打败这个当做一个我的带在我身上的勋章跟桂冠，我跟习近平讲话我就有分量了。结果这个战争一直打到现在尾大不掉那大家刚听小舰长在讲，他们其实真的要去渗透，要把人家的浓缩铀悄悄的带走，但是失败。这失败花的精神跟能力非常大，他讲说值得吗？当然一定要带出来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如果这个军官被抓起来的话，美国要开始反战了，我们的军人上校被人家抓走，游街示众，对不对？这就很难堪。川普的其中选举必输那第二个原因，它其实就是更简单了，因为这个跟我们媒体有关，有媒体找到相关当事人访问，川普是火爆。他说这个媒体记者是叛狗，你如果没有把你的那个消息管道抓出来，我就办你叛狗。对，这在我们媒体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总统公然指一个记者叛狗，那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过去越战他们隐瞒很多东西大家记得还拍过一部电影，对不对？华盛顿邮报整个大家把它连载出来，美国的国防部军人都在乱搞是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现在美军的作为，在伊朗的部分，除了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外说是要把伊朗的海上命脉全部给禁运，全部给封锁起来。这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凯恩他说他们会追查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船只，包括运载伊朗石油的影子船队相关的这一些军队这些这个船舰他们都会去查，包括什么呢？武器、弹药、核材料、原油、精炼石油产品，还有钢铁跟铝这些有可能拿来制造武器，我都禁运，不让你流进伊朗的境内。可是川普对外的说法又说，
我们现在谈得很好，所以呢，和平协议呀，未来就说这个周末会登场，然后呢，全世界大家看会为美国带来免费的石油以及荷姆兹海峡。那伊朗当然不可能啊，他就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达成这么多协议呀，而且德黑兰方面并没有说要交出这些浓缩铀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呢，包括川普还说了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跟伊朗关系好得不得了，我们来听听看。Are you still interested in acquiring Iranian oil? Well, we'll see. I mean,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Iran right now, as hard as it is to believe. 说法反反复复，其实真的很难确定他到底想要干嘛。好，那伊朗的总统是这样讲，他说美国已经多次违约了，我们伊朗的人民对他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了。因为228之前，其实两边都还在谈，谈着谈着你就打了，而且一次把他们的高层48个人全部给杀了那我们看到，包括巴基斯坦现在是一个算是促成两方和谈的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嘛他在推动我们看到他就说推动这个战争停火方面有很多的作用，所以呢，美国多次违约，伊朗人民对于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的第一副总统怎么说？他说过去白宫领导人也就是川普都说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可是现在美国已经变成这个以色列的小弟了他是说，现在美国已经变成以色列的第7个行政区美国民众必然会对国家失去独立性感到不满。那另外呢这个伊朗战争可以说是小插曲吗？现在全球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可是川普怎么讲？他说我第一个这个任期就是上一次的这个美国这个当总统的这个上一个任期我们已经拥有我国史上最佳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大幅的超越。这个虽然有个小小的插曲讲的就是美伊战争转到伊朗这个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地方所以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南边的这个真主党不是打的这个不可开交吗？那现在川普说他们要停火10天了以黎同意停火10天，台北时间昨天晚上我看到这个讯息。那川普自己自吹自擂，他说这是我推动的第10场和平，因为川普很想得到这个很想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他就一直说我调停了这么多战争啊，现在他自己把这一场战争算是他第10个调停成功的他说这是第10场所以我很厉害啊，我是和平的推手啊包括我们再来看看以黎现在的状况虽然川普已经宣布说双方要停火，可是双方都还在打哟。我们先来看看这里停火前的1个小时，真主党用火箭攻击以色列北部的定居点纳哈里亚这是您看到的现场画面。所以呢，到处都是火苗，那消防车也到现场去救火。可是这个以色列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就在川普宣布双方停火之后，以色列的国防军他正对着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防空警报不断的响起。那黎巴嫩的军方就说明明是停火协议都生效了，你又违反协议对以色列他们发出了谴责。可是谴责归谴责，实力才是一切我们看到纳坦雅胡怎么说？他说我以色列军队会继续在黎巴嫩驻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维护边境的安全，这个使我们能够防止渗透还有反坦克导弹的射击。可是我们看看以色列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他对医务人员攻击发动致命的4连击，这是来自于英国卫报的报道。你看这个细节，看了只是让人非常生气。黎巴嫩的救援人员长期以来一直对双重打击保持警觉，为什么？因为这个以色列会对他们进行攻击，可是礼拜3发生了继第一次袭击之后的连3波攻击，所以他们说这叫4重打击，就是在3次他袭击了3组救护车还有医务人员，几个小时之后又轰炸了黎巴嫩南部的泰布宁的政府医院还有附近的区域，所以这个是很残酷的你要知道这些医护人员是去救人的，你又对这些医护人员展开攻击，这个实在是很难相信的。美国对于伊朗的封锁到底有没有效？其实嚇阻的作用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对于大国一定要把物资送到伊朗去的话，
美国的封锁事实上是有限的，它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例如说，我们也看到了大陆的船啊，不管是货柜轮或者是邮轮或者是商船啊，它已经有多次的进出于赫尔木兹海峡了。也不管它停靠在伊朗的港口，或是非停靠在伊朗的港口，因为大陆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国际公海你没有权利来进行封锁跟拦截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一般来讲很多的船它就是贴着伊朗的领海来走。然后一直要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边界的时候，它开始开出去。那开出去以后，那个整个海岸线就很大了。如果说中国大陆船在旁边的话，你美国要把它拦下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很多的邮轮，小的邮轮都5到10万吨，大一点5到10万吨就是航母的一个重量了大一点的邮轮就是20万吨到32万吨，更大的邮轮到50万吨。它如果加速的走，我不停的话，你除非你美国拿导弹去轰它你要不你就是强制的用激降的方法降落在它的那个甲板上，然后去把它制服，不然的话，它的船一直往前开，你的船你根本不能挡在前面，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警车，我要拦截的时候，我在公路上摆几个车队，然后让你这个没办法，或者放一些障碍，或者拉一些铁链或者是一些那个三角钉，把你的轮胎刺破，不一样它一个10几万吨的、20万吨的这个船，它一直往前冲的时候，你一个才3000多吨的小船军舰你被它一冲就倒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封锁事实上是很有限的，伊朗的封锁就很有效了。为什么伊朗根本不拦截，也不登船检查，也不扣押，他直接把你攻击？直接拿导弹去攻击，所以攻击的每个船都怕死了。因为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邮轮也被炸了，还有英国的或者很多其他的国家邮轮被炸以后，就没有人敢再走这条这个海峡了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封锁才是最有效的。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已经很明确的发现，原来美国的封锁不只是不让伊朗的油运出去，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不让伊朗获得能够生产武器弹药的这些它所需要的材料跟零组件从海外运进来。但是我们在强调，美国的封锁对小国来说有效，它会产生强大的核阻力，但是对大国来说它是有限的。更何况伊朗又不是只有一个海域，它周边有巴基斯坦南方，还有阿富汗，在北方还有土库曼，还有里海，还有其他的地方，所以要进入伊朗的内部里面，并不是说只有这个海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不过我觉得以色列很糟糕，以色列看起来它摆明了就是要把黎巴嫩的南部的领土要蚕食鲸吞了，它不会吐出来。是，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它持续派驻军，持续在这边扎营。来请教这个舰长。我们讲说有关于封锁的部分大家都认为封锁很简单，其实封锁并不简单。那如果我们来看美军现在所执行的，它号称有15艘船但是我算了一下一共也不过就10艘船，还有5艘船在哪了？那而且它这个所谓的15艘船它是把所有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迪利波里的这一个远征打击群，以及他把这个林肯号的这一个打击群全部算在里面。但是林肯号在哪里我们之前看到林肯号，它可不是在我们看到这一个阿曼湾这里它可是在阿拉伯半岛南边为什么？因为它曾经遭受到101枚的各型飞弹的以及无人机的攻击。这个部分呢，还是川普自己验证的这个部分那也就是说呢，其实非常的困难不是那么简单，你可以进行封锁的。那至于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惨无人寰的这个四连射的部分它如何完成的？其实它是用 AI 完成的。也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华盛顿邮报》呢，它特别的讲
这一次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呢，其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人工智慧的工具，它其实已经渗入了这整个战争的核心里面。那也就是我们看到24小时为什么可以攻击1000个目标？那这1000个目标呢，其实是使用最先进的人工智慧的一个工具。那这个4连击到底如何惨绝人寰呢？也就是他先攻击，他攻击完之后呢，我们看到医护人员啊，或者是街坊邻居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大家都会来协助的时候，他就那个双连击打第2次，也就是把你要援助的人打死，然后接下来你认为双连击结束了吗？那没有，其实没有，他有第三连击、第4连击，也就是他就是要把他全部的这一些我们看到黎巴嫩的人民啊，他全部的要那个也就是消灭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讲这么多国际法有用吗？这个才是我们讲到说，国际法的无论是战争罪啊的部分呢，其实都应该要追溯这个部分。可是有用吗？其实没用。那我们想一想，一开始2月28号的那一天，伊朗的塔伊耶贝小学，那过世的这165个到175个的这些小朋友含老师啊，其实也是被这种双连击攻击的。那也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以色列以及美国啊，他们是边打边谈，根本不是说，我们真的完全的停火。那他们每一个都用可以自我解释的方法来解释现在的这个停火。但是呢，我之前常常拿这个川普他曾经写的一本书叫做《交易的艺术》来解释川普可能的行为啊。但是川普的这一些反而是他的所谓的交易的艺术，他搞房地产可以啊，可是他现在搞这个战争的时候，反而凸显到他其实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也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彻底的去那个抑制战火，然后大家坐上谈判桌，这就是最糟糕的部分。对，董哥怎么看？对啊，你看川普一直想拿诺贝尔和平奖，对吹嘘他发动伊朗战争呢，他现在已经打死了3000多个人，包括刚刚小店长所讲了170几个国小的女学童呢，这个人有资格去拿和平吗？拿和平奖啊？其实我们看教宗梁史士，这个人是真的很有良心，他是美国人，教宗很少，就不可能有美国当嘛，因为他是欧洲嘛。他说我们现在世界上被少数暴君在蹂躏，讲的其实就是川普还有纳坦雅胡，你们蹂躏全世界嘛。那川普很不客气去呛他，说如果不是我当美国总统，你怎么可能被选上当教宗？这个川普那种恬而无耻的那种行径，其实让人家反感。那其实你如果看这场战争有些人其实表现的其实是蛮有风骨的。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啊，他在他自己的群组里面抛出了以色列人怎么对巴基斯坦那个尸体把他从楼上把他丢下来那种轻视亲妹的态度。那以色列很气啊。外交交涉要求他把那个撤下，李在明不愿意，南韩的总统不愿意，因为你这个你们这些违反战争罪，人家都不准讲吗？已经压霸到这种地步吗？就好像美国说，所有的物资什么都不能去支援伊朗，你凭什么？大家看了嘛，你就是那种万恶的流氓压霸，而且不准别人讲。那我觉得说，现在全世界他其实都很知道川普讲话不算话。然后美国做了的事情也匪夷所思，我相信美国现在已经很多人已经慢慢在打退堂鼓了。那些 MAGA 的人，现在很多人也背叛了川普。那些 MAGA 的名嘴天天修理川普，被川普反过来说你们就是乳蛇，你们就怎么样？你先看到一团慌乱啊。那这个慌乱应该会等到今年年底的期中选举。但是我来讲那个黎巴嫩因为黎巴嫩南方它是比较被真主党。真主党其实没有多少人，可是他混杂在老百姓里面，所以以色列认为说，我要把你打老百姓、打医疗机构，把你真主党人逼出来。其实真主党部队不到1000人呢，他的正规军不到1000人，他有一些民兵大概1万人，他人不多，可是他主要轻兵器为主
那他骚扰以色列，他成立的宗旨就是消灭以色列，把西方势力赶出中东。那当然，他长期获得伊朗的支持啊，伊朗在这边支持了哈马斯啊，支持也门的青年运动哦，所以这些国家很多大家视为的恐怖集团是跟伊朗有关，这是不可否认事实。可是这一仗把这些团体都把它集合起来了，所以伊朗跟美国在交战，这些他附属在他的团体在旁边也跟你骚扰一下、打一下，以色列就受不了了，所以他现在才会有这么大的违反那个承诺，到处乱打，而且打医疗团，那是全世界没有人有办法接受的啦。以色列现在反正也豁出去了现在没有人把以色列当作一个怎么样正常的国家，他的残暴跟杀戮，在全世界闻名了。是没有错。我们看到这场战争打到现在1个多月了，伊朗比我们想象中挺的这个更坚强他并没有这个完全被美国给打趴。所以它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支持呢？美国在怪谁呢？怪中国。我们先来看看 CBS 的报道说，五角大厦底下的一个情报局就说，可能有消息这个中国考虑正是否向伊朗提供先进的雷达系统。还有消息指出，俄罗斯已经向伊朗分享有关中东地区美国军事据点的情报。从228到现在，其实类似的一个说法这个甚嚣尘上，就说俄罗斯还有中国在替伊朗背后提供一些情报跟雷达相关的一个设施。可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驻英大使馆发言人他有出来澄清他说这是造谣他否认伊朗用中国的卫星监视美国的基地，因为相关的报道非常多嘛，英国媒体也讲啦说这个伊朗部署中国卫星监视美国驻中东基地的报道就有类似的这样报道嘛所以他们就说这是造谣。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中国呢，其实在这个外交部这边呢也说了一些话他说。因为美国不是对伊朗的石油施加一些压力吗？就是禁运啦，这个措施，他们就说，这个不符合法律的依据嘛，所以呢，而且没有达到联合国，并没有通过这一项你怎么可以说封锁、说禁运就禁运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因为伊朗有很多平民老百姓也受伤了，他们可能需要一些物资跟医疗，所以您看到中国大陆向伊朗提供紧急的人道援助包括这是中国驻伊朗的大使丛培武，他们就签了一个约你看双方坐下来，他们送了这个重量大概是58吨的物资去援助那大部分可能都是药品因为有些人受伤，有些这个医院可能也没有药品可以医治。那我们看到王毅16号在北京就会见了到访的意大利副总统兼外长他讲了一些话啦。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那现在战事延宕已经对国际能源安全还有荷姆兹海峡的航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西方国家对于川普也很不同意。过去跟川普关系非常好的这一位女总理梅洛尼她在这一次对这个川普的一个态度也蛮冷淡的川普要用他的空军基地要用他的空域这个军机要飞过，他也拒绝了。所以川普现在对梅洛尼非常的生气他说你没有勇气不帮助美国打伊朗一直不断的对这一位女性的总理做一些攻击。那梅洛尼她也冷处理，她说我们西方不能分裂，所以她也没有回嘴。那我们再来看看印尼好了。印尼本来也答应美国说你可以飞越我们的领空，就美军，可是后来呢他后悔了，他喊卡了那深究他的原因，有可能他怕影响对中国的关系那有一封机密信件透过媒体被曝光了他们就说可能怕卷入潜在的南海冲突，所以他们就紧急喊卡了。那大国的外交，那当然我们分分秒秒都在进行。我们看到这是越共中央总书记也是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他到中国大陆去展开国事访问4天，那搭了这个高铁好几次那外界就解读了这个是呢越南要寻求深化跟中国大陆合作的关系。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团的成员在途中说他们希望这个高铁在越南，像这样的高铁在越南也有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可能就要展开了。刚刚董哥有特别提到教宗梁14最近他跟川普之间真的是
大大的这个决裂哦。我们看到呢，教宗说世界遭到暴君蹂躏，毁灭只需要一瞬呐、可是重建却要一生哦。他说，那些在战争中耗费数以10亿美元的领导人哦，世界真遭到少数暴君的蹂躏。他说，那些自以为自身的军事、经济以及政治利益而操纵教宗与上帝之名的人，将神圣之物拖入黑暗，还有污秽之中，他们必将遭受诅咒。哦，这个话讲得非常重，虽然他没有指出这个名，也没有道出姓，可是大家知道，他讲的就是川普。那赫格塞斯呢，现在呢攻击记者哦，他说，你们这些讨厌川普的记者，就是耶稣的敌人哦！天哪！我们看到呢，他礼拜4引用圣经哦，攻击媒体，把记者比作耶稣基督的犹太敌人，密谋如何摧毁他。他说：“我坐在教堂里，心想，我们的媒体就像这一些法利赛人一样，商议如何除掉耶稣。”哦，这些人是不是都疯啦？老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卫星啊，商业卫星都在卖嘛，哈。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跟世界各国，尤其是比较卫星做的比较好的国家都有在买。这次伊朗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卫星的合作，事实上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是北京的一家卫星公司，那他们跟他买的这个有关于卫星的这些拍照、摄影的这些功能，2020年，现在是2026年，那谁会预想到2020年的时候，你美国已经准备要去攻打伊朗，要跟伊朗发生战争？所以我觉得这个前后的时间倒置，这个简直是乱七八糟。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西方的媒体跟舆论，还有西方的政客，他们如何颠倒历史是非黑白。这个时代是很恶质的，因为24年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战争，25年的时候是美国以色列去偷袭这个伊朗，而且还在谈判的过程中。今年2月28号也是美国跟以色列偷袭伊朗，而且还在谈判的过程中，你却反过来指控2024年的时候伊朗跟中国的合作，说我买了你一个商用卫星，而且不是军用卫星啊，是商用卫星都可以买的你只要下订单，因为这个公司都还在嘛，所以你今天把它反过来，然后去指控这家卫星公司，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做人做事还有媒体不能够那么不讲道理，尤其是学者专家跟政府机构不要完全不讲道理那大陆对于伊朗的这个，你看伊朗被打成这个样子，伤亡人数有多少？他当然缺药材嘛。中国大陆提供药材的援助，当然得到全世界的肯定，也得到所有海湾国家的肯定。那美国就气呼呼的，伊朗的国家就感激中国大陆在他们最关键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提供那会救人、会救命的这些宝贵的药材。那当然，这个会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那中国的声望就一直往上攀升嘛，你美国的声望一直往下落。现在整个欧洲的国家，整个欧洲的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信任美国。而且都信任中国，而且信任中国的比例远远超过信任美国的比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认为中国比较有领导力的，远远超过美国比较有领导力的。第三个，认为中国是稳定世界力量的，远远超过美国，因为都认为美国是混乱世界的力量。所以我个人觉得整个世界都翻转过来了。那因此在现在台湾真的很多人要好好想一想，你还要不要再继续走美国的那条路？好，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好，我们来请教舰长，怎么看现在川普跟教宗也撕破脸了呢？那川普本来就是他心里只有他自己啊。那至于说，很多人很多教徒那他们上教堂来，其实，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上面讲的接近教堂的不一定是天使为什么？因为也有很多的魔鬼他也想要超度自己，所以他上教堂那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种
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刚刚那个赖老师有特别提到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卫星图资的部分啊，那一家公司呢，其实叫做木美星空科技啊。那使用的卫星呢，其实是地球之眼1号啊，它是商用卫星。商用卫星本来就卖来卖去，而且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它的一个就是解析度的话啊，它其实还没有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密商科技来得好啊。那但是呢，他们都是50公分级的这一个解析度啊。那至于说有关于雷达的部分呢，那更不可能啊。为什么？因为雷达的高科技的雷达提供给这一个伊朗啊，其实中国大陆也不过才刚刚完成验证而已。这是我们曾经看到的有关于这个中达79的这一个货柜轮啊。那它这个货柜轮上面呢，的确就是有一个 X 频段的这个雷达。这个雷达呢，可以对于低空，然后还有小型，然后迅速移动的这个目标有所反应。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讲说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它才刚刚在这个戈壁沙漠测试的时间并不长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025年，我们才看到这一篇论文。这一篇论文是在戈壁所进行的，那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可以应付我们现在看到的饱和攻击啊，也是高数量的这一个弹头的攻击，那它可以有效预警。可是这一个雷达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个346的那种雷达，它是装在哪里？它是装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054B 以及076的这个两栖攻击舰上面。那但是呢，055上面早就已经安装了，所以中国大陆实际上来讲，它对于装备讲的很少，但是它的这个性能极其先进。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意大利的总理梅诺尼现在跟川普看起来好像也不对盘了。对，大家记得川普第一任失败，他是怪罪于那时候的疫情。那他疫情很多荒腔走板的讲话，说只要在身上打消毒剂就好了。那他认为说应该怪别人，不应该怪他。第二任上来以后，因为他打了让美国再度伟大，他的座上宾就包括意大利的总。那为什么呢？其实，如果你了解川普的个性，因为在北约这32个领袖里面，这个女总理长得最漂亮。我告诉你，对她长得其实蛮美的，对她长得最漂亮，而且对川普那么亲近，所以川普很喜欢她。那他上任没多久，他跟中国大陆“一带一路”，他就把它切断。因为你川普要抗中嘛，我就把它切断。切断以后，当然对他影响很大。你知道中国人跟天主教是非常密切，意大利是天主教。是你如果到上海，上海最繁荣地区叫习会区啊。为了纪念习光举，习光举跟利玛窦学天文学，学那个基督教，对不对？耶稣会嘛。所以那大家就知道，连台北都有习会中学，你就知道影响力多大。我们台北还有习会广场，你知道吗？